一些期待吧。然后呢，CT 的夜魔侠那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货啊，感觉这一次出货的一个规律有点奇怪，就不会没有像之前一样说官图一更新之后，拼多多链接就上开预售是吧？现在拼多多的链接还是没有去上，所以说具体的一个出货日期也还不确定。然后 MT 的那个张帕克应该是9月底，9月20号左右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到货吧，还是说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延期啊。然后一个奥创的那个奥创厂的一个电锁手臂啊，那个我之前没有太多的了解。然后因为我个人也不是质地玩家，所以说对这一款产品呢，我应该也不会去做一个测评，因为我确实这两条手臂对我来说，可能我个人的一个创造力啊，或者说对一些质地的一些玩法呢，没有特别的大的一个激情吧，所以说那款产品大家就等一下其他博主的一些测评就好了。然后直接来看今天的一个擎天柱，现在还原的是一个奥利昂 PAX 的一个形态，就是电影前期，电影中期它获得变形齿轮之后的一个小进化的一个模样吧。整体的一个高度是非常非常大致的。起源作为一部美式画风的一个动漫电影的话，它整体人物的一个比例是非常的一个美漫画的。我们能看到，它的一个腿是超级长，加上但是它这个腿感觉能顶它2个身体的一个长度了。那这种画风就能不能接受，就见仁见智。我个人是觉得还 OK，毕竟我非常喜欢零八动画，所以说稍微卡通一点的比例对我来说也不是说一件坏事吧。然后这整体的一个外观造型表现是，我觉得还是蛮 OK 的，因为它确实是有把奥利昂 PAX 的一个特征给还原出来，特别是这个脸。电影中的奥利昂 PAX 那个脸称不上英俊啊，就是也不只能说是一般般，就没有非常的帅气。但是明显这次布鲁克是对他的脸型做了一个美化的，我们能看到他整体的一个线条都非常的俊美，主要是鼻子还有眼眶这些地方进行了一个小改，就让他整体的一个眼神还有他的一个面相就变得非常的一个美观。他这次附带了你带表情的是附带了2张脸，附带了3张吧。这一个比较愤怒不屑的一个嘴角上挑的一个脸，还有一个怒吼脸。这次布鲁克让我感觉挺新奇的一点就是他让瞳孔的方向啊，他做了一个分界，就是你可以通过不同的分界来让他瞳孔望向不同的一个地方。虽然说肉眼看或者说手机拍出来并不是非常的一个明显，但是呢，仔细看还是会有的。点亮灯之后的表现也还 OK。的一个点灯也是采用了一个磁吸的一个点灯啊。我这个光打的太高，就可能不是很明显。我们能看到，我们这样看就能看蛮清楚的看到它瞳孔的一个表现的。我这次装的是一个斜向上的一个瞳孔啊，整体的一个灯组的一个表现是非常漂亮的。它不管是眼睛还是耳朵旁边的一个透明件的一个透光，包括胸口的一个发光。但是现在因为装的是变形齿轮嘛，所以说这个好像是并没有一个展开机构能像领导模块一样去露出来的，所以说表现力可能会稍差一点点，但是也是会透一点光出来的。整体的一个磁吸灯的一个感应呢，是你是需要贴的比较近，它才会有一个表现出来。OK， 那同擎天柱的区别就是胸口、头雕以及2个肩胛的一个变化，其他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次附带的一些表情，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还有这一把，算是起源里就是一个通用武器吧。整体的分件也蛮简单，然后但是也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特别是中间这一块透明件还是蛮漂亮的。整体的一个握持也非常的简单，把下面这一块分件取下，直接插进手型即可。可惜就是
没有办法说实现手型握进去之后，把这个枪托给它还原上，实现手握在这里面的一个感觉。毕竟造型有干涉，我刚才研究了很久，我以为是能还原的，但是没办法，只能是把这一块分件拆了，进行一个武器的一个搭载。那接下来就把它变成一个擎天柱的一个状态，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擎天柱的一个外观表现吧。那经过一个简单的替换，也是把它的擎天柱的一个形态还原出来了。擎天柱形态的一个变化就是中间的一个透明件更大，然后呢，整体头雕的两边的天线变得更加锐利，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也变得更加锐利。两边肩甲的一个变化就变得更大，然后烟囱有一个成长，其他地方还有这一块的一个造型有一点变化，其他地方与奥利安 PAX 就是相差无异了。这一次的一个布鲁克擎天柱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有分量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虽然说全是塑料件，但是整体上手的感觉就非常的扎实，然后可动设计也是有巧思在的。这次虽然说搞了一个什么半爆甲模式，但是我觉得爆甲模式其实并不算太有一个玩法上的一个吸引力吧，主要是它这一次的一些可动设计，我觉得做的还是蛮好的。我们就来简单看一下。首先一个头部的一个可动，我感觉是非常够用的，不管是低头、抬头，各个方面的一个可动都足以去支撑你摆 pose 的一个需求。肩甲就是采取这种避让式可动，同样也是带着蝴蝶关，还是非常不错的。手臂这一次的一个可动就是提供了一个下拉关节，虽然说这样你正面看会穿帮，但是呢，你弯曲起来之后，一个弯走的一个幅度是非常的夸张的。你平时正常的话，你只把它收回去即可，收回去的话比例就不会那么奇怪。弯腰也是有可动，我们把这一个地台给它取下。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这种夹式的地台啊。弯腰的话大概有个30度左右吧，是一个两段的一个关节。挺胸就比较的少了，然后没有左右的侧摆，但是有弯腰。这一次最喜欢的一个腿部设计还是它的一个裙甲的这一个设计。我们能看到，当你的腿上抬之后，它这个裙甲是随着腿一起进行一个上抬的。这样的话就，第一，你正面看的话造型不会有太大问题；第二，你摆动起来裙甲不会对腿的一个可动有太大的一个干涉。而且它这个裙甲是给了一个活动关节的，给了2个活动关节，所以说整体对于一个可动的一个让位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然后腿的一个侧抬什么都没有太大问题。然后这一次的一个腿的弯曲也是带有联动，我们能看到这里的一块外甲带有一个联动，整个腿的弯曲幅度还有弯曲的手感都是非常之好的。脚的一个接地也是完全够用的一个状态，踮脚甚至有2层踮脚，但是这一个零件会比较容易弹出来，所以说要加固一下或者给它按回去即可。当然领导模块的一个展示也是有的，我们需要先把胸上部的零件轻轻往外拉一拉，往上抬，再把这一块零件往下拉，我们就能看到还是蛮漂亮的一个领导模块啊。但是这一次非常可惜的是，布鲁克并没有给到握持手能去很好的去握持这一个领导模块来做一个拉开的一个动作。虽然说起源电影里擎天柱确实没有拉开这个能源宝的一个镜头，但是呢，作为一个擎天柱标志性的一个 pose， 也是希望有一个握持手来还原这一幕的吧。但是他这一次的手型给的又非常的多啊，有握枪的手，然后这个握拳手，一个舒展手，一对啊。那它这个金属光泽我们能看到是非常漂亮，虽然说全部是橙青色，但是呢发射表现还是蛮漂亮的。还有这个向前指的手，但是擎天柱呢，也不是擎天柱哦，布鲁克这次的一个水口设计，确实有些地方还是蛮明显的啊，就你可能需要花一点功夫，因为是按压水口，可能水口会更加的明显，需要你自己去好好打磨一下、修一下。这个就是握变形齿轮的一个手，我们能看到是给了一个最近卡榫，或者领导模块应该也都 OK。然后就到了我最不能理解的一对手啊，就这对我也不知道应该管它叫什么姿态的一个手，确实这手型就正常人你的手是很难还原出它这一个姿态的，
张牙舞爪的，然后感觉有点像《艾尔登法环》里的那个手指怪，就他这个手型的一个想表现出来的一个动作，还有他一个情绪，确实是很难让人去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就如果你是给一对这种拉开的一个手，我觉得也应该比这莫名其妙的一个不明所以的手来的更有一个价值吧。然后手型介绍完之后，就是它的一个武器了。武器就是一个这个能量斧。电影里擎天柱的能量斧表现还是非常的有杀伤力的啊，而且它这个斧头玩的非常的好。然后呢，它是在黄色的透明件上，外面喷了一层金属的一个金属绿，然后还有它电影里发波的一个特效键，就是这样旋转，然后把波甩出去的一个特效键，也还原的不错啊。而且它这个零件甚至是可以转的。就这东西，它不管是造型啊，还是说它想表达出来的一个它的一些武器、它的一些装备、它的一些 pose， 这个我感觉这两个配件也都够用了，能做到它这种漩涡感。那总的来说，这一款布鲁可的一个传奇版擎天柱呢，定价是199，然后现在好像是给走了20-30块钱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跟后面那个初音是一个价位，它肯定可玩性就比初音高很多了。而且我感觉它是现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现在市面上最好的一个，就是不可变的一个可动的一个起源擎天柱吧。因为 MTX 那款，我个人确实是有点欣赏不来，它确实是脸做的不好看。那这一款布鲁可，不管是它的一个脸啊，它的一些配置，还有它的一些可动设计，我感觉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特别是在它这个199的定价，然后现在170、160的一个现货价的话，它的一个性价比就更有一个体现了。但是呢，起源这一个系列线后面会不会继续出，你们也不知道，因为它的超越版是确定了不会再出了。那传奇版呢，会不会出威震天？我觉得威震天应该是会出的，毕竟擎天柱都出了，威震天不出应该说不过去。但是我感觉威震天之外，后续的一些产品，我感觉可能不太乐观，因为起源不管是电影还是玩具的一个市场都在慢慢的走下坡。就希望能出，至少能把威震天出了吧，因为现在也没有几个好看的一个威震天能去还原起源中的一个造型了。那官方的做的又很糟糕，毕竟它的头雕啊，虽然说它可以变形，但是它的头雕啊、它的炮啊做的都很一般。然后 Euro Park Pro 的那个前几天放的那个官图，我也觉得脸很丑，但是配色很好看，所以说我们就期待一下布鲁可后续起源传奇线的一个后续产品吧。这一期视频就简单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